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台湾计划建造防空穹顶，以应对敌对威胁。据 BBC 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日在双十节讲话中宣布，将加快建设台湾版金穹及 T-Dome 多层防空反导体系，打造具备高探测率和高效拦截能力的严密防御网络。赖清德承诺将国防开支占 GDP 比例提升至3%以上，并推进人工智能与高科技融合，发展智能防御作战系统。这一决定正值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近年来，台湾已从美国采购 NASAMS 防空系统和数千枚毒刺导弹，试图构建多层次防御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回应称，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拖入兵凶战危的险境。这套防空系统能否真正提升台湾防御能力，还是会进一步加剧台海军事对抗？军事专家认为，即便建成多层防空体系，面对解放军可能的饱和式攻击，台湾现有不到10%的导弹具备拦截战术导弹能力，防御效果仍存疑问，反而可能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升级。2. 诺贝尔物理学奖推动量子计算发展，激发印度科技雄心。据今日印度报道，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约翰·克拉克、米歇尔·德沃雷和约翰·马蒂尼斯3位量子物理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电路中实现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方面的突破性贡献。这3位科学家的研究被视为超导量子计算领域发展的重要开端。他们证明了量子力学特性可以在宏观尺度上具体体现，为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学和量子传感器等下一代技术铺平道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奖恰逢量子力学诞生100年。诺奖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森表示，量子力学是所有数字技术的基础。这项成果将如何重塑全球量子科技竞争格局？印度能否借此缩小与中美的技术差距？科技专家指出，诺奖肯定将激励更多国家加大量子计算投资。印度若能抓住机遇培养人才，加强国际合作，有望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3. 英国竞争监管机构获得监管谷歌搜索的新权利。据 CNBC 报道，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10月10日正式确认谷歌搜索在市场中享有战略性地位。这是英国1月1日生效的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实施后的首次重大监管行动。CMA 指出，谷歌在搜索领域拥有显著且根深蒂固的市场主导地位。过去15年间，没有任何搜索引擎能在市占率上超越谷歌，即便微软、必应等竞争者存在。根据新法律 ，CMA 获得了要求公司提供信息、处以巨额罚款以及实施补救措施的权利，可能要求谷歌添加竞争对手平台链接，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这与美国呼吁分拆谷歌的行动形成呼应，显示全球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正在收紧。英国这一监管先例会否引发欧盟及其他国家效仿，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反垄断专家分析，英国新法赋予监管机构前所未有的干预权力，若执行力度加大，可能迫使谷歌等巨头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策略，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4. 尽管采取了安全措施， ChatGPT 仍可生成生物武器和炸弹的指令。据纽约邮报报道， OpenAI 为防止滥用而设立的安全防护措施被绕过。最新测试显示， ChatGPT 仍然能够生成制造生物武器和炸弹的详细指令。核心事件是研究人员通过特定的粤语提示词技巧，成功诱导这个大型语言模型提供了诸如化学武器配方、生物毒素生产步骤以及爆炸装置的组装指南等高度敏感和危险的信息。尽管 OpenAI 在2023年初就曾承诺，会通过强化内容过滤器和安全策略来阻止这类有害内容的生成，但这次的漏洞揭示了，面对不断进化的用户恶意绕过常识， AI 模型的安全防御依然脆弱。这与早期 AI 聊天机器人只能给出笼统和模糊的回复形成了鲜明对比。AI 技术的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其道德边界和安全红线却持续遭受挑战和冲击。
这暴露了科技巨头在追求功能和速度与保障公共安全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技术对抗，将对未来 AI 的监管和伦理审查带来什么根本性的困境？信息安全专家指出，它表明仅依靠模型内部的内容过滤是不够的，未来的监管必须转向更严格的身份验证和对恶意使用行为的法律溯源。否则，这些强大而失控的 AI 模型将对全球安全构成难以预估的现实威胁。5. First Brands 因债务和不透明融资面临破产。据卫报报道，美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First Brands Group 于10月5日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负债总额超过100亿美元，成为2025年最大规模企业破产案之一。这家成立仅5年的公司因财务披露不透明和高达6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而陷入困境，其中数十亿美元的表外融资与供应商和客户发票相关，却未被充分披露。9月，债权人拒绝重组其债务条款，导致公司现金流迅速枯竭。值得注意的是 ，First Brands 一直依赖私人贷款市场通过债务推动激进扩张，却忽视了财务透明度。公司已获得11亿美元破产保护融资以维持运营，但部分债务已暴跌至面值 36%。这起破产案将对私募债务市场和供应链金融行业产生什么深远警示？金融分析师指出 ，First Brands 案例暴露了私募信贷市场缺乏监管透明度的系统性风险，可能促使投资者重新审视贸易融资会计准则，要求更严格的财务披露标准。6. 格罗宁根利用欧洲资金建立人工智能工厂和超级计算机。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获得欧盟大规模资金支持，将建立大型 AI 工厂和超级计算中心，以推动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该项目旨在为欧洲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强大的 AI 训练和计算能力，缩小与美国和中国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格罗宁根被选中得益于其在高性能计算和数据科学领域的深厚积累，以及荷兰政府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欧盟近年来持续加大对 AI 战略自主权的投入，此前已在多个成员国部署超算节点。这座新设施预计将服务于气候建模、药物研发、量子计算等前沿科研领域，同时为欧洲 AI 创业公司提供关键算力支持。欧盟这一战略布局能否帮助欧洲在全球 AI 竞赛中实现突破，改变目前被美中主导的格局？科技政策专家认为，单纯增加算力投资还不够，欧洲需要在 AI 人才培养、数据开放共享和创新生态建设上同步发力，才能真正将基础设施优势转化为产业领先地位。7. 北约开始年度坚定政务和演习，重点关注武器安全。据 ABC 新闻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10月10日宣布，北约将于10月13日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政务，为期约2周。今年演习将动员来自14个国家的71架战机，由荷兰主导，涵盖比利时、英国、丹麦和荷兰等国的领空及军事基地。吕特强调，演习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护核武器设施安全。这在当前欧洲军事设施频繁遭遇无人机侵扰和领空侵犯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坚定政务是北约每年例行演习，但今年恰逢俄乌冲突持续和威胁言论升温之际，演习规模和参演国数量均有所增加，反映出北约在核威慑领域的战略强化。演习将模拟核武器运输、部署和使用场景，但不会涉及真实核弹头。这场演习会否被俄罗斯视为挑衅，进一步加剧东西方核对峙风险？军事分析家指出，北约强调演习的常规性和防御性质，但俄罗斯可能将其解读为西方施压信号，这可能促使莫斯科采取对等军事响应，导致核军备竞赛螺旋上升。8. 俄罗斯成功测试先进武器，普京宣称拥有优势。据罗马尼亚真理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0日在塔吉克斯坦访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俄罗斯正在测试的新型武器进展顺利，很快将正式公布。普京表示，莫斯科期待尽快宣布一款一直在研发和测试的新型核武器系统。他称这是很久以前就宣布过的武器，目前测试进展成功，
这一表态正值北约准备启动年度核演习之际，俄罗斯此举被视为对西方的强硬回应。俄罗斯此前已在2024年11月首次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针数中程弹道导弹，普京还暗示可能在2025年下半年将该导弹部署至白俄罗斯。在被问及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普京态度模糊，称如果对美国有利就谈判，否则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显示出俄罗斯在军控谈判中日益强硬的姿态。普京的新武器声明和对军控条约的冷淡态度，将如何影响全球核安全架构的稳定性？核安全专家警告，如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且俄罗斯继续推进新型核武器研发，将导致冷战后建立的核军控体系彻底崩溃，全球核扩散风险将达到数十年来最高点。9. 生物混合液利用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阳光转化为化学物质。据科技探索网站报道，一种结合有机半导体和细菌酶的生物混合装置能够高效地将二氧化碳和阳光转化为甲酸盐。这种半人工叶片模仿自然光合作用，利用光捕获有机聚合物与细菌酶的结合，将阳光、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甲酸盐，一种可驱动进一步化学转化的燃料。该装置无需有毒材料或外部电力供应。研究人员通过将碳酸酐酶嵌入多孔氧化钛结构，使装置能在类似苏打水的简单碳酸氢盐溶液中工作，无需使用不可持续的添加剂。在优化条件下，该系统阳光利用效率可达 11%， 位居目前已报道的人工光合作用系统最高效率之列。这项突破为摆脱依赖化石燃料的化工产业提供了新路径，有望实现可持续能源利用和化学品生产。这种生物混合技术能否真正推动化工产业去化石化，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碳排放格局？环境科学家认为，虽然技术前景光明，但从实验室到工业规模化生产仍需克服成本、稳定性和产量等多重挑战，预计至少需要5到10年才能实现商业化应用。10. 独特的脑细胞被确定为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的潜在驱动因素。据医学新闻网报道，科学家近日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脑细胞类型，可能在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的病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种细胞很可能导致了该疾病特有的持续性炎症反应。多发性硬化症是最常见的非感染性中枢神经系统炎症疾病，传统上被认为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髓鞘所致。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患者脑组织样本，识别出这些异常细胞会释放促炎因子，阻碍神经修复过程。这一发现为理解为何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病情会持续恶化提供了新线索。此前医学界对这种疾病的进展机制一直缺乏清晰认识。目前针对复发型多发性硬化症已有多种免疫调节疗法，但对进行性类型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这一脑细胞的发现能否催生针对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的突破性疗法，改变目前无药可治的困境？神经学专家表示，识别出致病细胞只是第一步，后续需要开发能特异性靶向这些细胞的药物。预计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至少还需5到8年时间，但这为患者带来了久违的希望。11. 阿斯利康同意向美国制造和研发部门投资500亿美元，以降低药品价格。据瑞典日报报道，英国瑞典制药巨头阿斯利康7月21日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向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用于扩建制造设施和研发中心。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一市场投资。投资项目包括在弗吉尼亚州建造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厂，扩建马里兰州盖瑟斯堡研发设施，在马萨诸塞州剑桥肯德尔广场建立最先进研发中心，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纳和德克萨斯等州建设下一代制造工厂。这一决定正值美国政府对进口药品加征关税威胁加剧之际。阿斯利康此举被视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战略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强生、默克、辉瑞和礼来等大型药企2025年已累计宣布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国本土投资计划，显示制药行业正在经历供应链本土化浪潮。药企巨额回流美国投资是否真能降低药价，还是只是为规避关税的商业策略？
医药经济学家指出，虽然本土化生产可能降低运输成本和关税负担，但美国高昂的人工和合规成本意味着药价未必会下降，真正受益的可能是制药企业的利润率和美国的就业岗位。12. 神经科学家起诉苹果公司侵犯其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书籍版权。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神经科学家苏珊娜·马丁内斯康德和斯蒂芬·麦克尼克10月10日在加州北部联邦法院对苹果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指控苹果未经授权使用其受版权保护的著作训练 OpenAI 大语言模型。两位原告声称，苹果从包含大量盗版书籍的 Books 3数据集中非法获取其作品，既没有征求许可，也未支付报酬。这是继作家格雷迪·亨德里克斯和詹妮弗·罗伯逊9月提起类似诉讼后，苹果面临的第二起 AI 训练版权官司。有趣的是 ，Meta 公司近期在类似案件中胜诉，法官裁定其使用受版权保护书籍训练 AI 属于合理使用范畴。特朗普总统甚至表态支持称不能因版权问题限制成功的 AI 项目，但作者群体坚持认为，科技巨头应当为使用他们的智力成果付费。这场诉讼将如何重塑 AI 行业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版权边界？是否会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律师认为，法院最终裁决将成为 AI 时代版权保护的关键判例。若苹果败诉，可能迫使整个行业重新设计训练数据获取方式，但也可能推高 AI 开发成本，放缓技术创新速度。13. 预算僵局持续，美国政府开始裁员。据瑞典日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因预算僵局导致的停摆10月10日进入第10天，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向数千名联邦雇员发出裁员通知。法庭文件显示，至少4200名联邦雇员已收到减员通知，其中财政部和卫生部受影响最严重。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此次停摆将导致约75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每天造成4亿美元的薪酬损失。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策略，威胁不仅是让员工休假，而是直接解雇部分受影响的员工。这一做法引发法律争议。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指责对方应为僵局负责，而特朗普本周末甚至暗示裁员已经开始，但白宫随后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这是近年来美国政府第4次因预算分歧陷入停摆，显示两党在财政问题上的对立日益激化。这次大规模裁员和停摆对美国政府运作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将产生什么持久性损害？公共管理专家警告，频繁的政府停摆和大规模裁员不仅削弱联邦机构的专业能力，还会导致经验丰富的公务员流失，长远来看，将严重影响政府应对危机和执行政策的效率。14. 乌克兰和荷兰将投资 1.1 亿欧元联合生产深度打击无人机。据乌克兰新闻社报道，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10月10日宣布，乌克兰与荷兰已达成协议，将在荷兰境内联合生产深度打击无人机，投资总额为 1.1 亿欧元，这是与乌克兰共建倡议框架下的重大合作。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同日表示，将提供2亿欧元新军援包，用于加强乌克兰无人机防御能力，其中 1.1 亿欧元专门用于在荷兰本土建立无人机生产线。这一合作模式意味着，乌克兰不仅能获得无人机供应，还能参与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获取关键技术转让。此前，荷兰已承诺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援助，包括5亿欧元用于无人机防线项目。这种联合生产方式在西方原乌模式中尚属首创，既能确保供应链稳定，又能帮助乌克兰建立本土防务工业基础。这种联合生产模式会否引发俄罗斯指控荷兰直接参战，从而将冲突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虽然在第三国生产武器在法律上不构成参战，但俄罗斯可能利用此事渲染北约扩大介入叙事，为潜在的报复行动寻找借口。欧洲国家需警惕成为俄罗斯混合战争的目标。15. 欧盟就儿童网络安全问题向苹果、谷歌、Snapchat 和 YouTube 发出质询。据加拿大 CTV 新闻报道，欧盟委员会10月10日根据数字服务法案向苹果、谷歌、
Snapchat 和 YouTube 发出正式信息请求，要求这些科技巨头详细说明其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具体措施。欧盟科技事务专员维尔库宁特别关注 Snapchat 如何防止13岁以下儿童访问其平台，这违反了该平台自身的服务条款。欧盟还质询 YouTube 的内容推荐系统是否向未成年人推送不当内容，并要求苹果和谷歌解释其应用商店为何允许未成年人下载赌博应用和裸照生成器等危险工具，后者可在未经同意情况下伪造他人裸照。此次调查恰逢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5国表示支持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显示欧洲对儿童网络安全监管正在全面收紧。根据数字服务法案，违规企业可能面临全球年营收 6% 的巨额罚款。欧盟这次强硬表态能否倒逼科技巨头真正改善儿童保护机制，还是只会沦为形式主义的合规游戏？儿童权益倡导者指出，关键在于欧盟是否有决心持续监督和严厉处罚。过去科技公司常以技术难题为借口敷衍监管，只有实质性罚款才能迫使他们将儿童安全置于利润之上。16. 巴西将在6个月内启动 TikTok 数据中心建设。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巴西通信部长周五宣布， TikTok 在巴西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将在6个月内开工建设，预计总投资额达500亿雷亚尔，约合91亿美元。该数据中心选址于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的佩塞姆港，将与风电企业卡萨多斯温托斯合作建设，打造300兆瓦风能供电的绿色数据中心。巴西总统卢拉近期曾与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会面，力推这一项目落地。值得注意的是，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在与巴西政府谈判，这将成为巴西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基础设施投资。然而项目也引发争议，当地土著社区已于8月向联邦当局投诉，指控项目开发方在未征求社区同意的情况下推进建设，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土地权益。此举恰逢 TikTok 在美国面临封禁威胁之际，显示其加速全球化布局的战略意图。这一巨额投资能否帮助 TikTok 在拉美市场站稳脚跟，还是会因土著社区抗议和环境争议陷入僵局？科技产业观察家认为，虽然巴西政府大力支持，但土著社区的法律诉讼和环保压力可能导致项目延期甚至搁浅。TikTok 需要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17. 美国考虑对波音零部件实施出口管制，以应对中国稀土限制。据 CNBC 报道，特朗普总统10月10日表示，美国可能对波音飞机零部件实施出口管制，以回应中国对稀土矿产的出口限制。特朗普在白宫发言时强调，我们有很多手段，其中一个大招就是飞机零部件，并指出中国航空公司拥有大量波音飞机。这一表态正值中国商务部10月9日宣布对5种稀土金属实施更严格出口管制之际。这些金属包括火、铬、锫、铀和铱，是制造芯片和国防技术的关键原材料。中国今年已对12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许可制度。美国国防供应链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供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前已在4月因美国对华 145% 关税而禁止其航空公司接收波音飞机交付，双方贸易战持续升级。分析人士指出，限制波音零部件出口将重创中国民航业，但同时也会损害波音公司利益。这场以稀土和航空零部件为筹码的经济博弈，会否演变成全面科技冷战，彻底割裂中美产业链？国际贸易专家警告，相互出口管制将导致双输局面，中国民航维修能力受损，美国则失去最大海外市场之一，最终可能迫使双方回到谈判桌，但短期内对抗升级难以避免。18. 朝鲜在阅兵式上展示新型远程导弹。据 ABC 新闻报道，朝鲜官方通讯社周六宣布，朝鲜在庆祝金正恩执政的大规模军事阅兵式上展示了一款名为火星负20秒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称其为该国最强大的核战略武器系统。金正恩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强调朝鲜必须加强核威慑力量以应对外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款导弹尚未经过实际测试，
但外界分析认为这是一款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比液体燃料导弹更难被提前侦测。阅兵式还展示了短程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并有多国外国领导人出席。专家预测，金正恩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进行该导弹的首次试射，这将进一步加剧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此次阅兵恰逢美韩加强军事合作、北约准备和演习之际，显示朝鲜试图通过展示军力提升其在地区博弈中的筹码。朝鲜不断升级核武器技术，并频繁展示军力，国际社会还有什么有效手段阻止其核计划扩张？安全专家坦言，制裁和外交孤立未能阻止朝鲜核武发展，除非中国显著收紧对朝支持或美朝达成实质性协议，否则平壤将继续推进核岛计划，东北亚核军备竞赛恐将进一步失控。